如果你从来没见过老虎，在野外遇到会害怕吗？这几乎是一个不用思考的问题。老虎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而言，有着天然的威慑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老虎，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害怕它。甚至有的宠物狗完全没见过老虎，但闻到老虎尿就会被吓瘫。这真的是血脉压制吗？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我们之所以害怕老虎，因为老虎是百兽之王，是世界上最大也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论单兵作战能力，陆地上没有什么动物是老虎的对手。即使是同为猫科动物的同族兄弟狮子，也很难赢过它。虽然关于狮子和老虎谁打架更厉害的争论一直没有断过，但实际上最终的结论一直都是老虎的胜算比较大。据说上世纪30年代，美国拍了一部彩色电影，名叫《丛林之王》。在电影里，为了真实体现狮子的厉害，追求场面刺激，导演组竟然找来真的狮子和老虎，计划把它们关在一起，拍下它们打斗的场面。为了场面更精彩，导演组还特地挑了一头东北虎和狮子打。结果机器还没来得及调好，狮子就被老虎给 KO 了。剧组不死心，又换了另一只狮子，这次改用体型小一些的孟加拉虎。结果还是一样，没打几下，狮子就被老虎按在地上摩擦，很快又一命呜呼了。再换一只狮子，这次为了保险起见，选了一只最小的雌性苏门答腊虎。这种体型上的悬殊，差不多相当于人类拳击比赛里60公斤组的选手跑去打80公斤组的选手。没想到狮子还是占下风，最后眼看实在打不过，导演组派人放了冷枪，这才撂倒了老虎。但是狮子最终还是因受伤严重而死了。尽管有人出来辟谣说并没有这回事，但对于老虎整体的实力，在众多专业人士和大猫爱好者的分析里，也依然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老虎由古时期的食肉类动物演化而来，距今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身体构造，巨大的体型、尖利的爪牙、敏锐的感官、强大的下颚咬合力。而且由于老虎是独行侠，习惯生活在山地密林之中，相比起一望无际的草原，丛林的环境显然要复杂凶险得多。为了能获得足够的食物，老虎锻炼出了一身过硬的身体素质和生存本领，耐力、力量、弹跳、敏捷度都是顶级的。会爬树，会游泳，会伏击，会追踪，实战能力极强，妥妥的野外单兵作战王。有数据分析，200公斤的老虎能原地起跳2米多高，5到6米远，更不用说助跑跳跃了。一头250公斤重的老虎能够猎杀一头900公斤重的野牛，单挑野猪、鳄鱼、棕熊这些猛兽就跟玩似的，堪称天生的猎手。也正是因为老虎如此强悍的猎食能力，在它生活的范围里，鲜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其他动物对老虎而言只分为2种，能吃的和不能吃的。因此，绝大部分动物对于老虎的恐惧，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祖先葬身于虎口的命运而演化出的求生本能，并把这种本能刻进了族群的 DNA 里传了下去。以狗为例，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的狗一辈子没见过老虎，但是当它们闻到虎尿或者在动物园看到老虎，依然会被吓尿或者吓瘫。通过追溯生物的演化史，我们会发现狗的祖先是狼，而狼最早出现在欧亚大陆，它们在被人驯化后才逐渐变成了如今家养的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欧亚大陆是最早出现狗的大陆，而老虎也是亚洲特有的品种。这2种动物从远古开始就有交集。同为食肉动物，老虎和狼少不了狭路相逢，争夺食物。从动物学家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北虎和狼群的调查结果看，狼群虽然人多势众，但东北虎对狼群数量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当东北虎遭到捕杀，数量大幅下降时，狼的数量就会达到峰值。而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东北虎的数量又会开始回升，狼的数量则随之大幅度下降。同样的，在西霍特阿林保护区，很少有人看到狼。直到20世纪初，老虎被大量猎杀后，
狼群的数量才开始增长。这说明老虎和狼虽然属于长期竞争关系，但狼一直被老虎压制着。老虎会基于食物竞争、地盘抢夺的理由猎杀驱赶狼群，基本上有老虎的地方就不会有大型狼群出没，因此狼群对于老虎的忌惮和恐惧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并把这种恐惧 DNA 延续到了狗的身上。也有人认为老虎身上有某种特殊的气味，形成了猛兽独有的气场，这会让动物感到害怕。事实上这是有道理的，动物的感知能力很强，气味是动物界最普遍的交流语言，而动物们的气味主要来自于它们的排泄物。老虎本身的体味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味道，而它的排泄物气味则在向外传递，它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存在。比如老虎习惯用尿液圈定自己的地盘，通常来说，一只老虎的活动范围在100到400平方公里，如果是猎物稀少的地区，这个范围可以达到900到1000平方公里以上。这么大的地盘，一只虎难免打理不过来，于是它们会在领地内留下尿液，就像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我在这里”。不同的动物看到这个路牌，能解读出不同的信息。比如狼、豹、野猪等和老虎有竞争关系的猛兽，看到的是“我在这里，滚远点”。而当老虎需要召唤同类时，它们又可以把这个信息解读为“我在这里，来找我吧”。这样的记号方法既可以有效震慑竞争对手，防止他们到自己的地盘上抢吃的，又能够吸引自己的同类完成种族繁衍的任务，一举两得。当然，这种气味对于那些被老虎从远古时期一直吃到现在的动物们来说，自然威慑力十足，于是才有到偏远农村带着老虎尿去偷狗的说法。据说不管狗有多凶猛，闻到虎尿后基本都是吓得屁滚尿流，一动不动，偷狗贼直接提着狗就能走了。如果山里的村落常常会遭遇类似野猪这样的猛兽踩踏庄稼，村民们通常会把老虎的粪便涂在篱笆周围，野猪就再也不敢靠近了。其实不只是老虎，很多猛兽的粪便大多都具有这种恫吓的功能。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现在家养的动物们已经很多代都没有见过真实的老虎了，远古祖先对老虎恐惧的 DNA 应该早就消失了吧？于是才会有那句著名的谚语，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关于这一点，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做了一只玩具老虎公仔放在房间里，轮流牵着几只狗狗进去和它见面。几只狗子见到老虎公仔的反应都非常淡定，其中有一只小狗甚至还很喜欢老虎公仔。随后，这个实验者又把几只狗狗带到野生动物园马戏团里专门关老虎的地方。实验者先找来几只体型较小，但是有丰富流浪经验的小狗。这些小狗在老虎还没被放出来的时候，仅仅是靠近笼子就变得焦躁不安，似乎凭着陌生的气味就意识到笼子里很危险。等到老虎被放出来时，即便只是隔着笼子看到老虎，而且老虎也没有做出任何威胁的动作或发出声音，但是几只狗子们还是被吓得屁滚尿流。而后，实验者又找来一只阿拉斯加大型犬。阿拉斯加刚开始背对着笼子，根本没有意识到老虎就在身后，直到主人提醒它，它一回头就吓了一激灵，拼命后退。虽然还是很害怕，但总算是唯一一只没有屎尿横飞的狗。看来体型的优势还是能够壮胆不少。如此看来，动物们对于危险的判断也是随着认知的提高而增加的。虽然几只流浪狗都没见过真正的老虎，但一定遭遇过被陌生事物伤害或者吓到的经历，以至于它们对陌生的气味很警觉。而阿拉斯加从小生活在城市里，对于危险事物的概念几乎为零，因此在一开始对笼子里的气味没有反应。不管它们是否熟悉老虎的气味，当老虎真的出现在面前时，面对体型超过它们数十倍的生物，它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恐惧。这说明，即便动物的基因里早就忘记了老虎的样子和气味，老虎也可以凭借巨大的体型差异，震慑住绝大部分的动物。如果一定要说老虎有什么气味，那么作为一只常年茹毛饮血的猛兽来说，血腥味一定是它的专属气味。对于那些嗅觉灵敏的动物来说，
血腥味就意味着死神在靠近。因此，也有说法认为，无论多么凶的狗看到屠夫都会害怕，那就是因为屠夫身上浓重的血腥气，是他们最害怕的气味之一。当然，不仅仅是老虎，所有食肉动物身上都会有这样的气味，只不过其他猛兽对于小动物的威慑力没有老虎那么明显罢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